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6期，如果包含本期的内容，到现在介绍的游戏总数就超过600款了，感觉离完成整个系列又迈进了一小步。咱们接着来看88年12月发布的最后一批作品。幻想地带2，游戏的全名叫幻想地带2欧帕之泪。 FC 上初代作品是1987年7月推出的，在第23期节目里介绍过。这部续作仍然是一个移植版本，原版是世嘉发布在自己家用机平台的 MS 版，几个月之后推出了街机版，来到红白机上仍然由 Sunsoft 发布。故事时间设定在初代的10年以后，主角欧帕再一次对抗入侵幻想地带的敌人。基本的系统延续了前作，横版飞行射击，独特的画风，飞船左右移动时画面也会跟着左右滚动，一直朝一个方向飞，画面会循环。初始攻击方式依然是向前发射激光和斜向下扔炸弹。这座在画面顶部增加了一个血条，但作用有限，只能承受一下轻微的伤害。在关卡内的目标还是要清除全部的敌方哨站，但他们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清除哨站后，有的会显示一个传送图标，进来之后到新的区域，把几个区域的哨站清理干净，然后进入红色的传送图标，来到本关的 BOSS 战。如果没有全部消灭，红色的传送门是不起作用的。从敌人的身上收集掉落的钱，可以到商店购买升级道具，依然是3个类别：飞船性能提升、主武器升级和副武器炸弹升级。除了前作里的道具，每个类别里都有新增。性能提升有大翅膀和4种发动机，主武器有多项射击、火球等7个种类，炸弹也增加到了7种。有的强力武器仍然有数量和使用时间的限制。后期还是一场 BOSS Rush， 最后阶段面对和主角一样的复制品，他也是入侵的策划者，并且还是主角的黑暗面。与父亲重逢后，欧帕的眼泪将黑暗清除。由于增加了传送区域，这一代通关需要的时间比前作要长了不少，后面的关卡难度也上升了很多。前作的优点基本上都有保留，但可能是机能受限，有些地方存在明显的拖慢。现在游玩的话，红白机的版本不算是很好的选择，个人评价3颗星。职业棒球家庭竞技场88，南梦宫家庭棒球系列的第3作。按照这个年货系列的惯例，依然是在当年的12月推出。在这个时间段，由于泰东的棒球系列、杰利可的燃烧棒球等多家公司同类作品的竞争，而且该类型的整体素质也有提升，玩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南梦宫的这个系列面对了更大的竞争压力。除了常规的更新球员数据，本作也增加了其他的新元素，球队数量来到了14支，又增加了2个队伍。比赛前可以选择4个不同的球场，场地的大小有些差异。在比赛当中新增加了好球员的设定，在首发成员中会有2人随机成为好球员，这2人会被赋予更优的隐藏属性，例如进攻来到了第7局，打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防守端外野手的动作速率较前作下降了不少，还加入了随机的吊球失误，这使得防守变得更加困难，投手的疲劳度上升很快，游戏中需要更换投手的次数也明显增加。这些调整可能是针对前作当中进攻的难度做的反向补偿，但有些过度了，已经影响到了游戏的平衡性。其他的新元素还包括比赛结束后加入了南梦宫虚拟媒体的赛事报道，另外增加了一个球队编辑模式，可以调整球员的参数。这个调整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球队的总能力恒定，得把同一个队里一个人的数值降低，再补贴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相比前2部作品，本作的变化让素质有所降低，当年在日本的销量依然超过了100万份，但也低于之前的2作，个人评价3颗星。弹珠台，这个翻译名和早期的任天堂的弹珠台重复了，但原名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由 HAL 开发和发行，是一个移植作品，原版1984年发布在 MSX 平台。游戏有2种不同的模式，摩天大楼和比赛模式。
比赛模式是双人对战，选择一个起始的分数。这里弹珠台的形式是该模式专用的，从中间自动弹出红绿两个小球，两个玩家分别控制左右两边的挡板，通过击打弹球尽量削减对方的分数，或者让球从对方的空档位置掉落。另一个摩天大楼是主要的游戏模式，可以1到4人轮流游玩。弹珠台有4个屏幕大小，背景是纽约的摩天大楼和自由女神像。发射弹球后只能打到第3层，操作上和其他的弹珠台差不多。弹球从最底部的空当掉落就会挂掉，最顶部的是奖励屏幕，要通过第3层的 slot 通道到达最顶层。在奖励屏幕点亮全部的字母并进入到最上面的洞里，画面就会发生变化。各种奖励玩法还是很丰富的，每个屏幕都有些特色，逻辑和任天堂的弹珠台差不多，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设计团队。这部作品应该是到目前红白机上最好的打弹珠游戏，对弹球的模拟做得也很到位，个人评价3颗星。银河英雄传说根据田中芳树同名的科幻小说改编，小说原著1982年由德间书店出版，讲述在人类遥远的未来，两个星际国家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联盟一场永无止境的战争。故事的开始主要聚焦于竞争对手帝国军的莱因哈特和同盟军的杨威利，后来陆续出现了包括改编动画、漫画、游戏等多个周边产品，游戏也有多家公司推出的不同版本和系列。红白机上只有这一部，开发方的挂名是德间书店，由 Camco 发行。本作是战略模拟的类型，玩家扮演的角色是莱因哈特，在广阔的银河中指挥舰队，目标是占领联盟的首都海涅森。游戏开始在一个很多行星的大地图上，我方位于左下的蓝色行星，联盟的首都海涅森位于右上方，沿着不同行星一路推进来达成目标。前期拥有3支舰队，随着回合数不断的推进，到后面舰队的数量也会增加。每回合舰队的指挥官会首先报告所属舰队的情况，包括移动力、能量、食物、损伤程度和疲劳度5个项目，然后分别对舰队下达命令，有4个选项：移动、侦察、休息和补给。移动的话，在大地图上指定到哪个星球，路线有一定的限制。移动时消耗燃料，不同舰队的指挥官拥有不同的移动速度。如果多舰队攻打一个星球，得配合好时间。第二个侦察命令主要是用来确认敌方舰队的阵型，共有7种不同的阵型，互相存在克制关系。当我方和敌方的舰队接触后开始战斗，有一个实力对比的报告，前期我方优势明显，到后面敌方逐渐变强。如果是遇到了阳的舰队，对方会获得属性的加成。选择一个阵型后，自动播放战斗动画，舰队不断执行指令后疲劳度会增加，通过休息指令进行恢复。其他的损耗使用补给命令，能够提供补给的地点比较少，需要守护好自己的生命线。这款战略游戏在玩法上很宏观，中间不同舰队指挥官的出场和对话较多，是一部粉丝向的作品。游戏本身并不复杂，也没有太多的内容，个人评价2星半。俄罗斯方块在红白机上有几个不同版本的俄罗斯方块，这款并不是我们小时候流传最广的那一版。由于极其复杂的版权问题，这里就不谈和这个版本无关的内容。本作的发行方是防弹软件，这版当时只在日本发行，是一个基于电脑端的移植。开始有几个选项，关卡、轮次，还可以选择音乐，有3首 BGM 或者干脆静音。游戏里还有生命值。这个移植版的操作比较糟糕，除了左右调整位置，方向键下是进行旋转，按一下 A 键就直接快速掉落并固定。这就意味着要把一个方块插入底部的槽，只能等它慢慢的落下，而不能加速。游戏的玩法相信应该不会有人不知道。个人评价2颗星。燃烧职业足球，终于杰里可的燃烧体育系列也出了一款足球游戏，这一作发布了3个版本。燃烧足球是日版名， NES 版的名字叫做 Go。 在92年，杰里可在红白机上还推出了续作，续作舍弃了燃烧系列的名字，
日版直接使用了 Go 这个名字，续作的 NES 版名字是 Go 2代。这是一个国家队之间的比赛，有3个模式：世界杯、锦标赛和射门模式。射门模式像一个2对2的射门练习，有5次机会将球打进。锦标赛就是单场淘汰的模式，争夺冠军。世界杯模式模拟真实的赛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16支国家队分成4个小组。如果是双人游戏，是合作对抗电脑。这款游戏在比赛时采用了一种俯视的斜向视角，显得很独特，但在视角设计和操控方向上似乎没有完全匹配上，不管是横向、纵向还是斜向跑的时候都很别扭，人物还会经常抖动。基本操作和其他的足球游戏差不多，进攻时 B 键传球 A 键射门，防守时 B 键切换控制 A 键铲球。进球后有一个队员特写的庆祝动作，人物使用了燃烧体育系列的写实风格。中场休息时还有啦啦队表演。游戏不能选择比赛时间，一场比赛下来真实的时间差不多要10来分钟。这又是一款品质不佳的足球游戏，除了视角带来的控制问题，比赛中我方的 AI 也比较糟糕。个人评价2颗星。塔罗牌占卜，这已经是近期介绍的第3款算命类型的游戏了。看来把这个类型做成电子游戏，当年是件比较时髦的事情。塔罗牌是一种算命专用的纸牌，我记得小时候班上有些女生喜欢玩这种算命游戏。有2种占卜方式，这款游戏使用了22张牌进行占卜。本作中先输入名字，选择想要占卜的3个方面，有爱情、事业和学业。确定之后选择一种塔罗牌的排列方法，相当于不同的占卜方法。游戏里只提供了2种到3种的方式，实际应该比这要多。之后连续按 A 键洗牌，自己感觉洗好了就按 B 键，根据之前选择的排列方式，把牌逐一放在对应的位置，然后一个个翻开进行解读。一张牌正着和倒着的含义是不同的。游戏当时发售应该还提供了对应的手册来解释每张牌的意思。因为是发行的磁盘版，这部作品比之前介绍的2个算命游戏更加的默默无闻，如今早已被遗忘到了角落。个人评价1颗星。飞狼，也翻译为空狼，在第38期介绍过一款同名游戏。这2款作品都是根据当年著名的同名电视剧改编，也都有版权，游戏音乐都使用了电视剧里的主题曲。但这是2款不同的游戏，之前的一作只发行了 NES 版，由 Acclaim 发行，而本作只有日版，由九鱼贸易开发和发行。在此前的1年，九鱼贸易还发行了街机版。游戏里的故事是飞狼的飞行员霍克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他的兄弟被抓走，要在24小时内完成营救并破坏敌方的阴谋，否则纽约就会被核弹摧毁。这座是一个横版射击的类型，在美关开始前，先选择对空和对地的武器，各有3种类型。对空武器包括了链枪、猎鹰导弹和加农炮，对地武器有红眼、铜头蛇和地狱火。按 B 键会同时发射2种武器，按 A 键是使用涡轮增压。开启后，画面顶部的燃料量表逐渐消耗，在这段时间内，直升机处于无敌状态，同时移动速度加快。当到达关卡末尾的 BOSS 战时，会变成驾驶舱内的第一人称视角。此时按 A、B 键都是发射子弹， BOSS 射出的导弹可以用子弹破坏。下方仪表盘上一排红色的方块是血量，不管是否被击中，都会随着时间消耗。能收集的掉落道具就是最基本的几种，提升射击速度的 Power、奖命和全灭敌人的星星道具，其他就是一些分数奖励。总共有6个关卡，前5关的模式都差不多。通过第5关后得到一串营救密码，要在60秒内正确输入。第6关有一个倒计时，在时间内先清除循环场景里的4个雕像，然后来到敌方的基地与最终 BOSS 一个更大的直升机进行对决，打败他后还得输入一系列的密码才能通关。游戏在常规的横版部分，同屏的敌人数量和子弹的数量比较多，打起来还是有些爽快感的，但敌人堆积后就会出现拖慢，还会出现一些 bug。 第一人称的 BOSS 战做的就很拉胯，虽然造型不同，但都是一种攻击模式，而且画面相当的不连贯，这部分就相当无聊了。总体的素质一般，但比之前 NES 版要好上一些，个人评价2星半。
阿基拉，这是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大友克洋著名的同名漫画，1982年至1990年连载于讲谈社的青年周刊，1988年推出剧场版。原作是科幻题材，以第3次世界大战战后的日本为背景，政府、反政府势力和主要角色所在的暴走族围绕着超能力者展开一系列的争斗。这款游戏由泰东发行，游戏里的故事基本上基于剧场版的内容，采用了文字冒险的形式。不管是剧场版还是游戏，都有漫画作者大友亲自参与制作，力图最大程度的还原原著。游戏里玩家扮演暴走族的首领金田正太郎，营救被军方抓走的同伴，被发现拥有超能力的岛铁雄。系统上和常规的文字冒险有个小的差异，在呈现故事信息的时候，上半部分完全用来展现图片或者动画，下半部分是文字信息，只有需要用到指令的时候才会弹出指令选项框。菜单内容也是根据了情况有所变化，大部分时候只需要专注的看剧情。当出现选项时，很多情况下如果是看过电影，按照符合原著的选择就行，没有看过的话就呵呵了。即便了解原著，也有可能让各种错误的选项导致游戏立即结束。另外，在与敌人的追击机战斗时，有一个 3D 射击的小游戏，有3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遵循电影，电影里并不是好结局；一个遵循漫画，是悬念结局；最后一个是原创的好结局。电影当年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相当的成功。但游戏里唯一值得提的特色，可能就是依附了电影的碎片故事和图形。从金田作为主角单一的视角呈现，其他很多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展现，或者仅通过文字转述，使得完整性被大幅度的压缩和破坏。作为游戏的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内容，红白机卡带3兆的容量完全不够它来表达，也许选择文字冒险的类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个人评价2颗星。洛克人2威利博士之谜，元祖洛克人系列的第2部作品，距离上一作发售过去了1年的时间。初代作品发售时在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卡普空的管理层认为还没有达到可以开发续作的程度。在该系列早期的设计师北村绫的积极推动下，公司的副总裁同意开发续集，但只能从其他的岗位上抽调人员兼任。于是在一群兼职人员3个多月的工作后，完成了这部作品。在上一作当中，威利博士偷走莱特博士创造的机器人，并试图征服全世界，但他的野心被洛克人挫败。这一次，威利博士派出了自己亲手创造的机器人，向洛克人发起挑战。这里首次加入了开场动画，基本的系统和前作一样，可以自由选择关卡顺序。初始可选的关卡数从前作的6个增加到了8个，也就是有8个机器人大师的 BOSS。击败关卡末尾的机器人大师后，获得该 BOSS 的能力，调出菜单进行切换。洛克人的外形和颜色发生变化，消耗能量使用该特殊能力，在不同的关卡里能起到特殊的作用。同时 BOSS 之间的能力有克制关系。这座里系统上主要的变化是加入了能量罐，简称 E 罐，以及3个辅助道具。获得 E 罐后也是在菜单中使用，可以补满生命，最多储存4个。3个辅助道具是分别完成3个特定关卡后，有一段莱特博士的对话，同时把辅助的道具交给洛克人。1号道具是能在空中放置最多3个悬浮的平台，过一段时间消失。2号道具是飞行器，放置后跳上去能横向飞行一段时间。3号道具是在墙壁侧面放置一个平台，能够沿着墙壁自动爬升。能量罐和3个辅助道具据说是营销部门抱怨难度太高而在后来添加的。2代在整个的系列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游戏从各个方面都趋于成熟。8个自选关卡获得不同的能力，加上辅助道具和关卡里的各种场景巧妙的结合，之后到威利博士城堡还要经历5个更难的关卡。这代城堡的关卡之间能量是不会自动补满的，首次添加了自选顺序的 BOSS Rush，最后对阵威利博士。8关自选加城堡加 BOSS Rush 再加威利博士的几种形态，包括最后击败他磕头求饶，这整套流程成了后来系列的固定范式和标志。这座里虽然没有了初代的黄魔鬼那样变态的 BOSS， 但整体的平均难度不比之前低，甚至更高。这样的难度也产生了一批核心粉丝，他们将2代推为经典，
此后的几代，随着新动作的加入以及更丰富的道具和关卡的调整，难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 PS1 上的8代，我感觉是系列最简单的一座。后来 Wii 上的9代和10代采用了复古风格，为了迎合粉丝致敬经典，以2代为蓝本，再次拔高了难度，甚至2代人物起步时的惯性手感也一并采用。这个操作手感本来在2代以后已经被调整优化掉了。除了这一点，本作最大的问题是8个不同的 BOSS 的特殊能力依然不平衡。金属人或者叫齿轮人的能力过于强大，不但能克制几个 BOSS， 在很多的场景下可以多方向射击，而且子弹的大覆盖面也极具优势，压缩了别的能力登场的机会。不过2代虽然算不上完美，但极佳的关卡设计加上高质量的音画水准，让它足够经典。个人评价4星半。职业棒球杀人事件，这是卡普空出的一款冒险作品，而且是和洛克人同一天发售。游戏的开发是由当时公司的第2企划部负责的，以虚构的职业棒球世界为背景，主角名叫江川卓，一名因伤退役的前职业棒球队的投手。退役后从事比赛解说，并经营着一家咖啡店。一天，一个记者带着装满钱的箱子突然来找江川，并将箱子留下并逃跑。随后警察赶到，主角被当成了和一起谋杀案有牵连的嫌疑人，被警察追捕。他要调查真相，还自己清白。本作和当时常规的文字冒险在玩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大部分时候都是以传统 RPG 的形式进行。俯视角的场景和类似勇者斗恶龙的菜单栏，指令栏包括了对话、搜索、使用物品、查看笔记、休息和思考按键。对话时还会切换到专门的对话页面，画面的左上方 LP 表示主角的生命值，在地图上移动一段时间后会慢慢的消耗，可以通过在家和其他的特定场所休息或者吃东西来进行恢复。地面上有不少的警察，一旦发现主角，警察就会展开追捕，这时进入逃跑模式，到了一定程度或者进入另一个屏幕可以摆脱，如果没有摆脱被警察追上，进入到第2阶段的盘问模式。对话过程中如果身份暴露，进入第3阶段，一个纵向的射击小游戏，这时被警察击中的话，生命值会加速消耗，通过一段距离到达顶部后可以逃脱，生命值降为0则被抓住。有一个伪装系统，在百货公司购买伪装道具，可以让自己不被轻易发现。游戏里的场景很大，还要在7个不同的城市之间移动，光靠走路并不够，有几种得到汽车的方法，开车速度更快，不消耗 LP， 消耗燃油，同时开车能躲避地面的警察，但可能被警车发现。另外，作为前职业棒球手，可以参加不同棒球俱乐部的面试，游玩3个迷你游戏，分别是远投3次机会要超过90米，100米短跑在12秒以内完成，棒球防守10次机会成功8次以上，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成功的话会得到合同并赚取合同金，这也是游戏唯一的赚钱方式。本作的末尾以主角在球场上完成最后一投结束。这部作品虽然定义是一个侦探冒险，但实际上主线的内容并不多，而且像很多的其他冒险游戏一样缺少提示，加上走路时会慢慢的扣血，自己探索生命值基本上是不够用的，不看攻略很难完成。采用 RPG 的形式却没有战斗，地图广阔，主线内容完全不足以填充。加入警察追捕的系统，更多的作用是避免内容过于空洞，但被追捕多了就会很烦。另外，场景里大部分的 NPC 都是和棒球相关的人员，棒球选手基本是依照当时的职业选手设计，对话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作为外人，现在来玩基本上没法融入。游戏整体的玩法还是很新颖，但几个要素组合起来，实际的游玩体验并不太好。个人评价2星半。小公子，这是一款根据动画片改编的游戏，而动画又是改编自英美小说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儿童文学作品。书记原著的中文译名是小少爷方特罗伊，原著和主角的名字都有好几种译名，这里就以西迪称呼主角。故事讲述了美国男孩西迪原本与母亲在纽约生活，因其成为英国伯爵唯一的继承人而迁居英国。
他凭借着天真烂漫的性格，逐渐感化了孤僻的祖父，最终使祖父改变了对美国平民的偏见，并接纳了西迪的母亲。动画片是由日本动画公司制作的世界名作剧场系列其中的一部，于1988年1到12月在富士电视台播出。游戏也是由富士电视台发行的。本作的类型还是归为冒险类，在游戏里要控制主角西迪，母亲安妮被祖父赶走，最终目标是要找到母亲安妮团聚。为此，西迪要探索不同的城镇，收集信息并解决城镇的问题。又是 RPG 的形式，控制主角移动。打开菜单只有3个选项：对话、吹笛子和保存游戏。当站在门的前面选择对话，会切换到对话的场景，右侧会出现更多的可选指令。在类似 RPG 的场景里，人物可以跳跃，作用是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家庭教师。他们在屏幕上到处游荡，一旦抓住了主角，就要进入学习测验的环节。答错虽然没有惩罚，但必须要答对一定的数量才能离开。这些测验的题目并不多，大概有几十个。在城镇里再怎么躲避也会多次碰到，到后来就要面对大量重复的题目。每个城镇都有要解决的事件，完成后前往下一个城镇，直到最后找到母亲。作为一款冒险游戏，没有任何的亮点，大量时间还被学习测验占用，本身的制作也很粗糙，每个城镇和外面的道路样子都差不多，而且连门都不让进，画面做得也很差。本作也是当时公认的垃圾游戏之一，个人评价1星半。古巴英雄，又翻译为古巴战士、古巴大战等等，这是一部街机移植的作品。原版1987年由 SNK 发行，红白机上发行了日美欧3个版本，此外还有几个电脑端的移植版。日版的故事里，2个主角和敌方的 BOSS 使用了古巴革命里真实人物的名字，美版的故事设定里则隐去了姓名。俯视角的射击类型本质上是 SNK 基于自家的怒系列进行开发的，所以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操作上，方向键控制移动，B 键开枪射击， A 键扔手榴弹。大量的武器升级道具是本作的特色之一，都以方块内不同的字母表示。在手持武器的情况下， L 是发射火箭弹，这是最常见的武器， T 是发射火箭弹和3项子弹， S 是扩散弹，扩大攻击的范围， B 是快速射击， F 是火焰喷射器，这也是强力的武器。人物还可以驾驶坦克进行战斗，武器升级道具都能给坦克使用，发射的炮弹也有对应升级的效果。其他的道具就是射击游戏中常规的全灭敌人的字母 C 和奖命道具，字母 N 是奖励1000分。另外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人质，救出人质也有加分，但如果打到他们会减分。同时要注意躲避地雷。游戏共有10个关卡，关卡末尾有 BOSS 战，消灭 BOSS 后在2个关卡之间显示人物在一个大地图上进行移动。不同的主题场景很丰富，街道的巷战、奔跑的动物和悬挂的晾衣绳、铁路都很有记忆点。第5关有一段坐在矿车里用绳索救人质的场景，从野外到农村再到城市，经过地下隧道，突破军事基地，最后到达敌方总部。这部作品在红白机上运行的相当流畅，战斗的爽快感很强，双人同时游戏更添乐趣，无限续关当场复活，也让通关没有障碍，成为了当年与玩伴合作的热门作品。但同屏的人数过多，画面频繁闪烁，很伤眼，个人评价3星半。好了，到此1988年的游戏就全部介绍完了。这一年所有版本的卡带加上磁盘版共发布了202款游戏。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